那个女的呢，就拼命地拉着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去买包，我喜欢名牌包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，我不喜欢这种老东西。”他就是说他没有钱，之所以他有钱，就是因为对钱这个精打细算做得非常好到位的，所以他才会有钱。我们做这个行业啊，做这种古董艺术品家具，包括那些艺术品名画什么的，我们见证了，在这个10年里面，我们基本上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。谁是条件很好，谁是比较有钱，或者谁是现在正在发达的时候啊，我们全部都见证了，包括房地产公司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这个艺术空间啊！因为这个本来呢，我是在上海还是挺闲的，没想到最近呢，就是有不少人来拜访，知道我回到国内以后啊，今天突然之间，我本来出去要拍片的，然后他们约我到艺术空间来聊天，那我们就过来了啊。今天很有意思啊，今天早上来了2个客人。特别有意思，等一下我泡一杯咖啡跟大家来说啊。嗨，今天来一对客人啊，真够有意思的，对吧？来到我们这里就是看一些艺术品，带了一个也不是小姑娘了，中年美妇啊，30几岁的中年美妇带到我们这里来，然后我这个客人呢60几岁啊。带了一个中年美妇来，哎呦，这真的是在我面前啊演一出戏啊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戏真的是好演得真好啊！哎呀，就是说看中了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他说这个东西很好，我非常喜欢，怎么样，很有艺术价值，啊，是一个瓷器啊。然后那个女的呢，就拼命地拉着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去买包，我喜欢名牌包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，我不喜欢这种老东西。”然后那个老头，一个60几岁，一个30几岁嘛，对吧？一看就知道你懂什么意思吧？啊，一看就知道就是那种，我也说不清楚啊，不能说人家不正当关系吧，不过。就是有点像情人或者怎么样的啊，那我们这里的客户呢，基本上都很有钱嘛，然后，哎呦，各种搔首弄姿啊，那在我面前，这种搔首弄姿，对吧？我真的受不了啊！人家这个客人呢，就很喜欢这一类的，就是艺术品啊，他们有点文化的，可以这么说啊，有点文化的，但是呢，他带着这个情人呢，他不是上海人，那个人是上海人，就客人是上海人，他的情人是外地人，太搔首弄姿了啊！什么哥啊，哎呀，我不喜欢这种老东西。其实这个话就不应该当在我们的面上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喜欢你是 OK 的，这没有问题的，但是。当着我的面上说，你觉得是不是不太尊重？你到了一个艺术空间来看艺术品，你这个作家画的画，比如说，对吧？画的这么难看啊，我都看不出他的这个画些什么东西，画的乱七八糟。人家作家在你旁边，你说说看，人家作家是什么感觉？你知道吗？所以。当然了，我们只是看来就当一个笑话，我们也不是说缺这么一个客人或者怎么样，对吧？但是就是说挺好笑的。然后呢，那个男的呢就一直拉这个女的说：“哎，你不要说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东西很好的，
挺漂亮的，怎么样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女的呢，就更加变本加厉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老东西放在家里面会有鬼，会有不干净的东西来的啊，对吧？这个。”然后这个他看着有一盏灯我不记得哪一盏灯了啊。总之我们这里还没有那种就是很尖的那种灯的那个灯头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水晶吊坠不都是尖的嘛，挂在上面嘛，那个吊坠不是一个尖的就朝着下面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杀着我了，这个顶撞我了，我天天在下面走啊，给它戳死了。我的天哪！我说天哪，这个东西又不是一把刀，你天天挂在头上，你说，对吧？冲煞着你了，人家只是一个水晶吊坠而已。水晶吊坠前面不是有一点点尖的吗？他说顶撞我了，顶到我了，我不敢走在下面。怎么？那个男的说这个灯很好看，我就是觉得这个灯特别好看。然后你就是这个废话特别多，对吧？跑到人家艺术空间来，就是讲那种不着调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笑死了。我说：“哎呦，我天哪，没关系的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啊。我也不能说你这个欣赏水平啊，你完全没有在欣赏这些艺术品类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”然后就是那个女的就不停地在说：“哎呀，什么哥啊，你陪我去买个包算了，那个包还比这个值钱一点。这个你看什么老东西，一个老的那个什么盘子啊，要卖3000块，对吧？一个什么装饰盘，这画的有什么东西啊？画的我也画得出来，对吧？我买个包，买一个包就是说拿出去多体面多好看啊！那个男的给他弄得尴尬的真的是没有话说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男的说：“哎，你旁边坐一坐，跟我聊天嘛。你旁边坐一会儿，我们聊一会儿。你坐一会儿，对吧？硬把他赶到隔壁那个房间去了，让他自己去坐着看手机去了。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客人在跟我聊天，他说喜欢这个喜欢那个，最终买了点东西，对吧？他很不好意思啊，带了一个这样的人来，对吧？这个女朋友来。”一点都不懂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个是60岁，一个是30岁，所以我觉得哇，这个真够好笑的。所以说来看艺术品，我看到就我们的经验啊，就是说来买艺术品的基本上都是男的一个人或者女的一个人，女的也有的，不是说没有啊，女的也不一定都是年纪大的，都是40几岁的啊，还是挺多的，对吧？但是就是说，如果是男女配年龄相差很大的，我基本上我都觉得就是说，我都不高兴搭理他们了，因为那个女的一定不是跟男的就是相等水平的，因为你们相等水平，你的年龄那么大，就是你们肯定不是那种就是原配的，或者就你也懂的，可能是小三啊或者怎么样，对吧？那我也不确定啊，我只是猜啊，那么你们的层次是有差别的，对吧？那个男的，比如说是有钱的，有文化水平、有艺术水平的，而他找了一个年纪又小的，那年纪小的肯定很多地方都是不懂的嘛，所以呢，就来看这些东西呢，就很多也有就是说有那个男的客人带着那个女的来，年纪很大，那个男的一直在告诉他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对吧？你要懂得欣赏这个东西，像教育小孩子一样的啊，这种人也有的。很有意思的，我们这个客人，我早上这个碰到了这对客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早上一来呢，就变成我本来是要出去拍视频的，变成现在没有办法拍了，啊，先到自己这个空间来接待一些客人，一会儿下午呢又有一帮客人来，在这里呢，其实我还遇到了很多奇葩的客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。虽然我们是买艺术品的，我们是买这种比较贵一点的东西的那个地方啊，但是遇到的客人千奇百怪。曾经我还遇到另外一个客人啊，很有钱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
名字我就不说了啊，他是有名的人啊，很有钱很有钱的，家里在上海的这个市区里面几栋老洋房，那个时候老洋房没有个差不多5、6千万，你根本连想都不用想的啊。那个时候我前几年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客人跑来哦，我跟你说啊，什么叫做小气啊？你能见到这个有钱人这个小气的那种品格就显示出来、彰显出来了啊！有钱的人对这个就是说钱其实是看得更重的啊，并不是说他就是说他没有钱，之所以他有钱，就是因为对钱这个精打细算做得非常好到位的，所以他才会有钱。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啊？一个椅子，6000多块钱的一个椅子，对吧？天天来讨价还价。我知道这个人是非常喜欢艺术品，对这个东西是非常喜欢的。但是椅子这类东西，它不属于艺术品，它只能属于装饰品或者工艺品之类的东西，对吧？一个19世纪的老椅子，用胡桃木雕刻的，等于说像满工一样的，非常非常的就是漂亮的，对吧？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卖的是6000多块钱啊，然后呢，他说小马3000块钱卖吧，3000块钱如果卖我就买了。我说这不可能的，我说你这个价格啊肯定是做不下来的。我现在给你3000块钱，你卖给我都要，因为我们利润没那么高。我说对吧？我们是从欧洲来，然后再拿到这里，经过很多很多环节，对吧？那你很多的成本在里面呢。总之，这个3000块钱我是没法做的。跟我谈了2个小时，啊，就是为了这个椅子。然后这个人就是装模作样说：“哎，这里看看，这里有盏灯不错，那里有一个，比如说那里有个桌子，哎呦，那个桌子也挺漂亮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上面那个灯啊，这个灯也很漂亮哦，怎么样，这个好看，那个好看。看完了说小马，3200来，3200卖给我，对吧？我还看中了你呢，这个柜子里东西我都看中了，我总有一天都要把它买走的。我说，这个也不可能的，因为我知道的，我心底价位大概是在5500块钱左右，你3200、4200，我是不可能卖给你的。然后好了，今天就走掉了。第2天准时我们上班，他上班来了，对吧？我门一开，1个小时以后他就到了，啊，又来看了，哎呦，这个很不错啊，哎呦，那个电视，那个什么镜子也不错，哦，这幅画不错，都不错，对吧？那你人家客人来我们这里，我总招待一杯茶，对吧？招待一杯咖啡，然后这杯茶这杯咖啡就坐下来就要聊天了，就开始喝茶，哎，都不错，你们东西真的我是越看越喜欢啊，哎呀，这凳子呢，我就是想呢，就是正好呢，在家里面就是缺一个凳子，就是放在这个门厅，就进门口换鞋的地方，对吧？你知道吧？这凳子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用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那么贵，因为呢，我家拿来放鞋的，你懂吗？那么，对吧？你懂的呀，没什么太大作用的。我就是觉得买回去玩一玩。我这样吧，别谈了，就4000块钱，4000块钱我就搬走了啊，你就别搞了，对吧？你就给我便宜点，我下次那一柜子东西我过2天都要来给你买走啊，都买走，实在没办法。我说我这个成本啊根本就做不下来，我这个凳子买给他我赚1000块钱，对吧？还得加税，还得什么东西，算下来。真正拿到手上的成本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，真的是卖给他很便宜，因为这个是老客人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搞啊，3天来了，3天5200块钱给他搬回去了啊！我天，我这碰到这种客人啊，我最害怕，因为呢，你这里接待他，那有其他的客人就是来了，对吧？因为我有时候回来我很忙的，有其他的人来了。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待其他的人，你有其他的客人他们来看啊什么的，然后呢他就围在其他的客人旁边看的，他就跟着你一起看，你说这个就很恶心的啦。人家说哎这个不错，
哎，这个确实不错，不过呢，有那么一点小问题，对吧？啊，那个不错哦，这个确实不错，我也是挺喜欢的，对吧？反正就是说，你懂的，就是说人家感觉很别扭，人家以为是营业员呢，就是这个人我认识的，极品，为了一个也不是很大的一个凳子，他可以来搞3天，但是他非常非常有钱啊，所以极品的客人还有很多。我跟你说，至今为止啊，碰到一个最让我恶心的客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，也不是说恶心吧，就是说他这个绘画艺术实在是太让人家震惊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们是开店，我们并不是做的像现在这么的艺术空间啊。那个时候他来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哎呦，小马，你这里东西很多啊，很漂亮啊。”哎，我说没错，是挺好的啊。他说他跟前一个客户也是一模一样的，说我要买呢，我肯定不买一件，我要买呢，把整个柜子都买下来。我这一排柜子里面所有东西我都要了，那我很开心啊！我想，哎呦，今天来了一个大客户啊，什么东西都要了啊！那我是不是准备就是说，这个店里东西全部清仓了，然后，对吧？我们准备又要进货了，这样子，你说对吧？然后他说，不过呢，我买东西呢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。当人家快关门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大打折的。我最喜欢买这种打折货，就是关门的时候啊，你就是100块钱的东西，你当30块钱买了，对吧？我全扫光。我听的那个气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还没关门呢。我说，我们好像还没关门。然后他跟我来了一句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关门的时候，你记得通知我一下。对吧？我肯定来把所有东西都扫光。哇，什么？我心里面那个真气啊！我想，我关门的时候我还来通知你，我丢垃圾桶我也不给你，啊。然后这个人就，这个人是有钱人，而且啊，这个真的是一个有钱人。他还叫我去他会所去看一下他会所，他会所在什么地方？他会所在，在淮海西路那边，淮海西路附近，反正啊。那个会所是非常大，他们以前是做股票的嘛，做那个金融业的嘛，对吧？会所非常非常大，大概有这么五六千个平方米啊，这很大很大一个会所，在市中心啊。然后就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啊，我就觉得我说，那你到底要不要买？你要买东西你就来找我，对吧？你讲这种风凉话，我是直接跟他说的，我说你这种风凉话，我等我关门了，你搞不好关在我前面，我说我就不关门，你做股票的就很有可能就会关门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赚了几千万，哪怕1个亿、2个亿也好，输起来比我们快，我说，所以呢，你千万不要等我关门了，就是说现在趁你有的时候，你赶快买，对吧？买回去呢，这个钱至少还在那边，还能够，就是说把这个钱保留住，不然给你炒股票炒掉了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什么都没了，那还不如先买点货放在那边，压在仓底下，对吧？对运势也好，我说。果然，我告诉你啊，果然2020年左右的时候，这一家他的那个会所就开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会所就是给很多就是专门做就是大客户会所，你知道吗？到了2020年，2022年，对吧？左右，那个会所我开车开过嘛，换牌子了。我一看，哦，牌子换掉了，那肯定做不下去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种东西啊，人生是很难讲的。我们坚持到现在啊。每个就是像这种经济这么差的状况下面啊，你能够坚持得住，你能够坚持到现在，你一定是有所长的啊，不是你那种，就是随便人都能坚持得住的，很多人都是坚持不到，就是说经济最差的时候，他们都得要关门的，对吧？能够坚持到不死的人，
基本上都是有所长的。所以哎呀，我听得好笑啊。结果你看，我们的店是不开了，我们开了艺术空间，我们放到这个就是比市区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来，然后他呢就已经关门了。因为做股票的人从2017年就开始一路下跌，一路下跌，这个股市永远没好啊，而且是做 A 股的啊，能够坚持到2022年，就是老本都要吃光了，然后就差不多就关门了。世事真难料啊！但是这些客人啊，都是永远留在我心中啊，留在我心中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啊！有时候做这一行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看见人生百态。就是说，今天这个行业发达了，明天那个行业发达了。曾经有人做皮草卖给官夫人啊，官夫人做皮草的，专门做什么貂皮大衣，一件貂皮大衣几百万。就是来了，我记得来了3次，买了很多东西，对吧？买了很多的东西。当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艺术品啊，现在我们很多画都是上百万的画。当时他这个看中这个点，这个我都要了，对吧？他一件貂皮大衣能把我半个店里面东西买掉，你说多厉害，对吧？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。后来嘛，你知道的，抓贪官，抓什么什么，对吧？这些腐败什么的全给他抓掉了。我并不是说贪官好啊，我只是说他的生意没有了，那他的生意一下子一落千丈，因为官老爷的太太基本上都是非常会花钱的主啊，那一件貂皮大衣很贵很贵，最便宜的几十万，对吧？好的要上百万的貂皮，但是他也跟我说，他说这个时代不行了啊。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知道吗？是在2015年，他跟我说，这个时代不行了，这个有些政治原因导致，就是说现在经济很差，现在他做不到生意了，你懂的啊，我就不说明了啊。这帮人走了，后来股票的人来了，做股票的人来了啊，我发现做股票的人做得非常好啊，做股票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，指点江山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是指点江山。这个东西我不要买，为什么我说你不要买啊？哦，这东西啊，我昨天股票我就赚了你几十个，对吧？我几千万那个股票啊，放在这个股市里面，随手一掌把你店全部买光，把你这里所有东西全部买光，什么一个花瓶5万6万的，这个算什么呢？对吧？我这一天的时间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能买走，因为我赚得快。那我说，股神啊，你确实是股神啊，确实厉害，我们没话说。我说啊，你就为自己留点本钱吧，你要买几件，对吧？我从来不劝人家买我们东西的，对吧？我说你爱买你就买几件，这些东西呢，反正就是有一些东西，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东西是非常保值的，哪些东西是你再出手你可以卖得出去的，对吧？好，当时就买了一些东西，那基本上都是客户啊，客户总会是喜欢的东西是买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口气啊比山海还大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过了一段时间跑来说，哎呀，最近啊输了个几百万，对吧？垂头丧气啊，跑来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经常有接待一些客人，我们并不是说真的是。你是要来买东西啊什么的，对吧？有些客人来喝茶聊聊天也很高兴嘛，我就喜欢跟他们聊天嘛。哎，最近输得很惨啊，怎么个惨法呢？你昨天就是上个礼拜买进这个股票，昨天啪一下跌停板啊，跌停板一下子我损失了好多钱，然后现在呢就看看，我觉得它还会再上去，我再加点码，对吧？再过一段时间好了，跑过来说啊。解套了，全部解套了，啊，全部解套，全部出空，对吧？也就输了那么几百万嘛，算了，这个股票现在不好，我现在先解套了，就等于说一笔交易就输掉了，对吧？这种东西啊，没有这种人啊，就是没有几笔可以输，他上升非常非常快，下降也是坐直升机下去的，不是跳下去的啊，对吧？他下降没有几个月。做股票的人就不来了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股市完蛋了啊！这个股市一塌糊涂，全部都是吃土去了啊！因为
我们的东西始终也是有价值的，对吧？你买的这些艺术品啊，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你始终有价值吧，对吧？然后就他们不来了嘛，啊，你就知道了，他们全部吃土去了啊。还有人做影视业的，影视业我碰到好多个，这个东西，比如说，有个很漂亮的家具，就是说他们拍电影的，对吧？跑到这里说，刚来的时候说，哎，我借一件，我们摄制组对这些东西呢挺感兴趣的，因为最近拍了一个就是说抗战片啊，这种，国民党啊什么这种片子，对吧？对这些就是老的家具啊，我们想借几件回去，还不是买几件回去。我说我们这里呢是不借东西的，因为东西借给你，这种老东西你很难说得清楚，给你敲了一下，弄了一下，绞断了怎么样子，你就很难，你很难就是去借给别人去做这个事情，是吧？那我说没法借的，真的是没法借的。我愿意借，我想借给你们，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法借，因为太危险了，坏了算谁的？坏了你买走吗？对吧？因为一件东西都是十几万的，你这件坏了那件坏了就几十万，你们摄制组能够买走吗？对吧？结果导演来说，我买几件，我搬回家，我先拿去拍戏，你给我送到什么什么地方 ，OK， 这没问题，我就给他送过去。送到那边，人家确实在拍戏的，拍戏有拍戏的道具吧，很多这种拍的那些东西，那些道具呢都不真，因为什么呢？很多的柜子啊，比如说像这种柜子啊，借道具的厂商是怎么样子的啊？就是说借道具的厂商只留前面一面，你比如说玻璃柜子那就更加不可能了啊。借道具的就是说这个柜子前面一面在的，后面一面是空的，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假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说等于说这个，比如说演员啊，你门一开，后面是墙壁，就没法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他们要搞2、3个真正的这个柜子，然后来就是烘托这个里面的这个电影啊，或者这个戏剧的气氛啊。松江那边很多人像这种柜子啊，你去看啊，拍电影的它只有前面一面，后面拿个木头啊钉起来的，就等于说是斜着把它架住的啊，很有意思的。所以呢，我就给他们送过一次，送到松江去啊，送过一次那个。送到这个专门的拍电影的地方，那个影视基地去，送过去以后，隔了3天，电影这个镜头拍完了，那个导演打电话跟我说，这东西啊，能不能你请一个人来帮我修一修啊？脚断掉了。我说嘛，我说这个脚肯定谁什么群众演员来这里踩一脚，什么弄一弄，你这个家具，你这个几百年的老家具，你肯定就坏掉了嘛，对吧？好了，果然，对吧？还好，我没做这个生意，就说好，我说可以，这可以修的，而且可以修到，木头家具嘛，一般都能修的，就修到颜色基本一样的，这个问题不大的。所以这些都是多出来的事情。后来影视业也不行了啊，在了2017年、18年以后，影视业也不行了。那么后面最终做什么呢？医疗行业的有很多人来。就是卖医疗器械，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有很多人来，对吧？也是来，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行业啊，做这种古董艺术品家具，包括那些艺术品名画什么的，我们见证了，在这个10年里面，我们基本上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。谁是条件很好，谁是比较有钱，或者谁是现在正在发达的时候啊。我们全部都见证了，包括房地产公司，对吧？人家这个高级的办公室、大型企业，我们全都见证了，啊，我们觉得就是说，艺术品啊，真的是无国界啊，真的是的，好的东西真的是无国界。很多人啊，就是说，来之前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感觉就是说，哦，我对这东西觉得一般般啊，但是。很多东西是需要人来引导的，你稍微告诉他这一东西是什么年代，当时制作有多难，这个工艺是怎么样子的，包括其实好的东西，好的艺术品，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顶级的东西，你才会保留下来，作为比如说家里面一个重要的装饰，啊，
或者名画，你才会保留下来。如果当时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呢，到现在你是看不到的啊，这些东西早就被人家销毁掉了啊。包括你想你现在的你在你现代的家里面啊，你买了很多电器，你买了很多的东西，20年以后，哪一件你是觉得你一定要保留下来的？没有吧？我买个电冰箱，20年以后这电冰箱我都不想要了，我就啪一下子丢到我外面去，我换一个东西。你唯一想要保留下来的就是你买的那些工艺品，你所谓美的东西，你才会想要保留下来。而这些东西其实是最好的东西，当然了，看个人的品味不同啊。你也可以去景德镇买一个小茶杯，15块钱、20块钱，对吧？然后你把它保留下来也是 OK 的。但是你永远别想以小博大，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会想要把它全部保留下来，一件好的东西，而且你很害怕有别人把它弄坏了或者怎么样啊，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，就是说你在一生中啊，你想要的东西，你想把它传给你下一代的东西，而并不是说，我家那个的大理石地板做得很好，我家就比如说厨房间装修得很好，我就不会再去动它，对吧？然后我家比如说啊，这个是什么吸顶灯啊，做得很好。20年以后，所有东西你都撇掉，都不要了，我就要换新的了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装修老了，我不想要了，啊。但是我家那个花瓶，我摆在那里，手工全手绘的一个大花瓶，对吧？名牌的，对吧？那你说我会丢吗？你肯定不会丢啊，啊。我当初是求着哪一个名画家给我画了这么一幅画，对吧？你会丢吗？那肯定不会丢啊，那只有傻子才会丢呢，对吧？那么这种东西最终被保留下来，就是越保留越值钱。今天啊，就在这里等待新的客户来造访啊。今天就等于说是只能是拿着摄像机在这里拍一拍了啊。反正谢谢大家收看啊。